在这场疫情中，志愿者们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整座城市有数万名志愿者参与，他们接送医护与患者，运送医疗与生活物资，为患者送药，为社区送菜，为医院、孤寡老人与流浪汉送餐，拯救流浪动物。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来自不同身份与职业，他们只有一个共同信念：让武汉赶紧好起来。先来就会。志愿者呢，只不过说是这个城市的一份子，因为他也是生在这个城市、长在这个城市嘛，对不对？他要来贡献他自己的力量，我不觉得就是应该去拒绝他，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合理的去调配这些志愿者的资源，我觉得应该可以减轻政府的一些压力。这全部是物资呢，还有顺丰的，这都是要来的啊。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是我们先提出来的送社区，因为你看看啊，医院的需求缓解了以后，实际上社区的压力它并不比那个医院轻松。他们平时吃的可能跟我们中国人吃的不太一样，所以他们对这种店的需求还是蛮高的。I felt like it's my duty to stay and support Wuhan. I cannot give up Wuhan in the last minute because this city gave me a lot too. So I felt it's like a duty for me to stay here and support Wuhan. 就是老板都很细心，用中英文教出来，所以他们不至于像点其他平台的外卖一样全中文，他们有时候还是有困难看不懂。留在武汉的大部分都是巴基斯坦的、印度的。然后中东的，就是一些穆斯林国家，我就想做好东道主嘛，然后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中国的团结嘛，就有时候有什么事情，我们都还蛮团结的，没有说把他们丢都不管这样的。We will continue to do it. Okay. But outside maybe we. But you said in your message last time that ISO isn't allowing you. Outside no, inside no problem. I am from Pakistan. Pakistan? Yeah. Because I don't know, because it's our government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y just decided that we are safe here. That's why we are here. Is everything okay? Yeah, this is okay, and we are happy with this one. 6-1-1104。今天那个送货用品到了，先来领一下吧。就在楼下社区的工作是比较繁琐的，因为他对的是人。我们在送物资，他对的是物，就相对于来说就是没有那么复杂，但是辛苦的同样都蛮辛苦的。现在社区它大部分有2种，一个是企事业单位机构的下层，干部下层、党员下层，他可能每个社区可能会分发3-5个这种。但是3-5个人肯定一个社区是不够的，然后有的社区它就是，比如说每栋楼它就是像我们年轻人，他想出去做点事情，你就去报名，但是一个社区饱和可能就只有20个人左右。注意关注一下群，好吧？多的话我会发红包，然后艾特你。好 ，OK， 好，不用谢。每天300多份，差不多400份，370多份。其实现在武汉人都非常团结，就是我们在做这个事的时候，就是很多志愿者就是了解到我们这样的情况，就会来帮助我们。对，这个民工的他们自己取。好。我是重庆的，对，在武汉这边上班。我从那个大年初2就开始，最开始一直是接送那个医护人员，然后后来那个我们就一直接送那个物资，因为我当时想着武汉封城了之后，我觉得很多事情可能需要一些人去做，就是直到我做这个事情，我都觉得，哎，问你一天是不是？有好多钱呢，有好多钱呢。其实真没有。记得我做的最长的一天应该是早上
6点钟起床，然后到凌晨3点，这是我记得是最长的一次。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不谢。我们其实起不了什么很大的作用，我们只能说起到一个给政府起到一个补充的一个作用，主导作用还是要靠政府，我们只能起辅导、起辅助作用，弥补一些政府的做到不足的一些地方。我问一下孩子他这边手，他说我80岁的父亲现在病了，需要到医院去。我说哪个医院？他说肺病医院。我当时一听，也害怕。说实话，谁不害怕了？我的天！但是害怕你也要带了，我的妈！你不带你良心过得去吗？你不带的话，你就感觉违背了自己出来的初衷了。你出来就是为了救人的，对不对？武汉市的所有医院都送过，没有一家没有送过，没有一家没有送过吧？是吧？太多了，你们这太多了。对接的是吧？哇，还医院的、机构的，还有室外的，对。然后再就是社区的、武警的，包括警察机构的，我们都送过，包括消防中队的，我们都送过物资。对，我们车队25个人。昨天的是格瑞森的内衣和100万只口罩，还有空气净化器500多台。然后还有很多吧，吃的喝的，能量棒呀，然后泡面啦、馒头呀，防护服啊，就你市面上还有蔬菜呀，我们都有送，太多了，每天都会有车到，每天都会有货送。知道志愿者力量可能非常强大了，从调配到分配到物资到运输，能够快速的把货物从库存里面消化掉，这就是能力，这就是现在最需要的。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抢救人的生命。你有了效率，有了高效的运转，才能够解决城市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志愿者就在这一块起到就是这个作用，高效运转。政府它毕竟是一个机构，它有层层的一个信息这个上报，它时间是会长一点，但是我们不需要呀。我们就是一个人做领导，车队听他分管，货到了分1、2、3、4、5、6、7分就完了。分了之后，每个地点分一个人去了会拿接收函，然后对好基金会就可以了。就有一个人去做文员，其他人全部给我上，就很快，没有那么复杂。就是有事没事，大家都会拖到1、2点，就是谈一下最近的一些感受啊，夸个博呀，干嘛呀，都会说一下，就很累，但是很开心。大家都是这样的状态。从2月11号到3月4号10点，我们募捐以及协调捐赠了安心裤580305条，一次性内裤304179条，卫生巾86400片，护手霜700支，覆盖161家医院和医疗队，超过76000人。我们是一个民间自发组织的一个车队，都是每个人自愿加入的。大家目标一致，所以我们就能集中在一块。我们什么活都干。我们平常也是各行各业的，基本是不会是做这些粗活的人。但是疫情面前，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领导也好，你是老板也好，该干活就干活，该搬就搬，该抬就抬，该伸手的时候就要伸手。就是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最快的把物资给送到医院，然后解这个燃眉之急，这就是我们的初衷。我们想尽快的治好这座城市。对猫认识他，小猫认识他是吧？他每天都是他喂熟了，肯定认识。刚过来就在叫。我从小我都喜欢猫猫狗狗，我这个人蛮怪癖，我不喜欢跟人打交道，我喜欢这些小动物。要我哪一天要是不来的话，我在家里吃不下睡不着。真的，所以你放不下这些猫？放不下，完全放不下。跟他们有产生了感情。我们社区关了，关了你不跳大桥来不了啊，你猫猫会饿死啊。那不危险吗？跳大桥？那么办呢？下那么大雨。下雨。每天都是这样翻，那不是1天2天。这个事情做了多少年了？做了10几年了。哇塞！拿自己的退休工资就这样子无怨无悔的做。我们也要过个。过来吧。好。慢点找好啊。见到老猫的，来拿着。我家我的罐头了。他们都是定点的。有定点肯定都定点。
对，11年了这个老猫。11年了。哎，所以你们都认识这些猫是吗？都认识。那几天不准出来，那个警察把我抓到了。第二天我还是半夜3点钟跑出来了。管他捉不捉，我跟我哥都讲好了，我把猫粮都扔到他家里。我说我们2个老的捉跑了，我说哥，我说我是20斤猫粮，你帮我把周围的我们小区的都喂一下。保安捉到了，他就跟我2个打架。是的，保安经常跟我打架。对。你说他有毛病，他说你有毛病，他说7包的没得事，不捞他说我跑这来找热闹。这是我说实话，都是对面大学生放的。大学生他们汽车拖来也有。他不是没得汽车拖来。有汽车，关键是拖一汽车来的，我看到亲自看到的，我要骂他们。你每年那个放暑假、放寒假，一放完假之后，半路大学生就提了袋子在这一转，把个帽子一放，嘣跑了，就这样个事。我骗你干什么呢？原来我每天下课吧，这么把手大的不敢下课了。下课我等于一个说上不来。晓得。好，在这个不要淋湿了。好，行了 ，OK。再搞到10几年，跟他们都混熟了，要不然你不跟他们混熟，他让你喂猫啊，他早都把老血都给他害死了的，跟他们关系都处得蛮好。在微博上私信我，他想请求我帮他一个忙，需要我去武昌江滩这边的一个医药公司去取药，送到汉阳那边的医院。他应该是他朋友的家人在那边治疗，很急需那个药物。现在因为他们现在没有交通工具，没有办法去送，所以我就答应他，我来帮他去送这个药。是他吗？那个博主你好。哎，你好。是那个蜘蛛头面包。对。就是他吧。哎，你好。啊，就给他是吧？好。好了吧，是吧？好了。好的。这个单子在里面，好吧？好。都停满了车嘛，都是来就诊的，估计。对，好，你放着我来接，你还把你手搞脏了。好，你们注意安全啊，注意多保护自己啊。好，谢谢，我就送上去了啊。好，再见。谢谢。阿姨，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记得切个袜子啊。好了，你看好了。好。拜拜啊！买蛋糕。哎，他今天过生日。哟，生日快乐了啊！哎，谢谢。生日太大了这一回，我看丈夫复工好造业。我感觉我都要疯了，在不复工。你铺子带铺子，烧金，然后还养活。做生鲜做食品的那些行业，还造一下是吧？那东西放了又不能卖，还过了保质期又要处理。生活的压力太大了。对呀，他妈要是去个打个货，去广州打个货，去一回能打几多钱的货呢？还让你管14天。就他他妈武汉解封了，我们也做不了生意。是做生意了，特别是做外地贸易这一块，完全出不去。还要搞考虑，收培那些培训机构是吧？教育机构那人去做急哦。The tea we don't have Lipton, so we gave you like one similar. If you don't want it, we can still refund.
Where are you from? Where are you from? Afghanistan. Is everything okay here? Yeah, everything is alright. Okay. Thank you so much. In Wuhan University, there are so many volunteers who are arranging, for example, the orders for the foreign students. So I think the situation is getting better, especially with the good news that we have heard like lately, and so many hospitals closed. So I believe like situation is getting better soon, and everything will be better like again in Wuhan for sure. 我们现在大概有7、8台车有通行证，但是这种运力远远不高。对，这是以前办的，就是新证就没得用了的了。以前办的啊，它不停地在更换是吧？对，它不停地就在更换，晓得吧？对，以前是这一种，国务院下发的就是这一种，可以用的，然后就发了好多了，晓得吧？还后来是这一种，那还有这一种呢，这是最早的。当时国务院下了个文件，就是说，说是改道里面，盖的那个章，就是每个承运单位或者是每个使用单位盖章也可以通行。现在是必须得那个报那个交管局，因为我们是私人嘛，是志愿者嘛，然后这边也找到没渠道，所以说现在好多志愿者车队就因为这个原因就停下来了。那不车队那不停摆了？那有什么办法呢？这个事情我们也控制不了啊，这是官方行为啊。我们现在没有办法，那只能自提的就通知他们自提。我也不想占用那个就是公共资源，但是我是要运送到那个武汉3镇的1线的医院，对，全市都要跑的。全市都要跑的，办通行证去了是吧？对。你以前办过没有啊？我之前办了，但是他们都是已经作废了嘛，那个通行证要办新证嘛。办新证是吧？就是那个彩印的通行证嘛，44号文件发的那个说专用那个通行证。你这样吧，你写个申请关于申办车辆专用通行证的一个函，是给我们的。开头就是转口开发区交通大队，然后因为什么事情要办什么证，包括盖你们公司的那个公章，然后你们单位负责人签字，你们上级的主管部门签字盖章，好吧？我想问一下，这个有没有数量的限制啊？我们这边车辆有私家车，有厢货，还有那个依维柯。货车不办，货车只能办小车，而且这办的人员只能住在中心城区的。是这样的，先是第一张是给我们发的函，第二张是一个你们的表格，你们3个就是每个车辆的行驶证的附件，就是每个车辆的所有人要和那个办理的人是要是同一个，如果不是同一个的话。要拿相关的证明，他们是直系亲属的证明。厢货跟依维柯这样的车辆找谁办呀？跟你说一下，货车不限行，我们这边只办小车的小型轿车，大车只能办5座的。我大车我找谁呀？你大车不用办，货车你拉的物资的都不用办，都可以走，不能出武汉市。好。你如果想办出武汉市，那就是另外一个程序了。你这样吧，你下午过来，我这边详细跟您说，好吧？好的，谢谢。再见啊。拜拜。这个大状况呢，就是个人情关系社会。我去办通行证，人家不让我进门，他们就有一句话，我这不办通行证。但是这个地方就是办的啊。然后呢，我就问门卫，我就说那个我找谁办通行证，他说好，你把电话打通了才能进去，因为打他电话一直不接。刚开始不接，后来打了过去，他就显示正在通话中。我说您是啥意思啊？你们这为人民服务的地方，你们这不让我们进去，不让我们办事情，你们什么意思？是吧？当场我就发火了，然后才把他们领导搞下来了。搞下来之后才跟我解决的问题。我问他，我说你知道为什么不给我办通行证？为什么打电话没有人接？他们不回答我任何问题，他们就问我一句话：你是不是来解决问题的？我说我是来解决问题的，但是你要回答我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人民？对我们来干实事的志愿者啊，他跟我说这个通行证不在这儿办，转头一个人从我面前走过去了，拿着几张通行证，就是这么讽刺。因为我之前录了一段视频，你知道吗？就专门针对于这个吵架这个视频，我说如果是不给这段视频，我立马公开，谁下课谁倒霉，你们自己看着办。就是基于这个条件下，我才拿了通行证。
这是真的独居老人。不下楼，哦，那挺好的，挺好的，你们也蛮辛苦的。就是现在我们快胜利了，疫情差不多快结束了，然后这一块我们的规划是，我们发现很多独居老人，就是经历了这么长时间之后，就是不管是经济还是心理上，都会有很大的负担。所以我们就是往后走，我们会一直去跟这些独居老人去送一些温暖。有没有困难跟门中长说，好吧？有没有困难跟门中长说，有没有跟我们说，好不好？好，我们能够帮助你啊，好，谢谢，感谢啊！又来了，好，现在给你送你营养餐了啊！瘟疫的期间，真的是有社区这么体贴我们，让我们不觉得心里感觉到无动，表示感谢啊！所以就是我们看明天给您配一点面呐，或者煮粥的米呀，就这样的东西您就可以自己在家做，然后我们还是跟你们送一餐过来。好了，来，我们先走了。这一场疫情下来之后，我看到很多人性的一面，就比如像整个武汉市，就突然一下一夜之间就出现了很多志愿者，都愿意为医护人员多做一些事，为武汉多做一些事儿。很多感人的地方。哪怕是天晴也好，它总有一些地方是阳光照不到的。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呢，我希望我们这些志愿者来补充进来，让这个疫情更快的结束。做志愿者不是为了出名，不是为了图名头的，是为了做事情的。整个疫情过来之后，最大的收获就是大家这一帮子兄弟，这一帮子我们的战友，这也是应该是这辈子挚友了吧。毕竟一起经历过生死的。生死兄弟就是我们。我们为疫情赶快结束。